鸡。呀！第5回，夏家天下。相传大禹治水成功，大家拥护他成为首领。于是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1个国家夏。在这个稳定的政体下，喵民们生活繁衍。很多年后，年轻强壮的大禹也慢慢衰老，又到了选定接班喵的时候了。大禹的首领位置是上一代首领让给他的，看好你啊！于是乎，大禹也效法先代，指定一个认为有才能的喵接班。可惜这只喵却不受大家待见，大家拥护谁呢？是大禹喵的儿子启喵。启一直跟随在爸爸身边。爸比，他在大禹成为首领后，也担任了很多要务。Follow me。慢慢的，在大家的心目中，启喵才是真正的接班喵。于是乎，启喵在大家的拥护下，继承了大禹喵的位置。而且还在军台开了个新闻发布会，昭告天下。本喵打算要……虽然大部分喵都是心悦诚服的，但也有那么一些反对的声音。我不服。比如其中一个最大的刺儿头叫有护士。你不规矩，人家不服咋办呢？打呀！你再说1遍，说10遍都行。于是启喵和有护士就在一个叫干的地方打了一架，最终启喵获胜。还有谁？成为了新一代的喵首领。至此，大禹的王位被启继承，而启之后又由他的儿子接班。国就慢慢变成了他们家的东西。这种把自己王位传给子嗣的制度就是王位世袭制。相对的，从前传位给贤能的制度就是禅让制。那么这种从传贤到传子的转变，是不是文明倒退了呢？试想下，在农业国家，如果每次老大更迭都要发生战争，才适合当老大，想得美，哪有我再说。那得多么打扰喵民们种地呀！陪我打群架去。我要种地呀！所以王位的世袭让政权的交替更加的高效和稳定。你想想，反正选老大的规矩都定好了，干架的事儿也就少了。气死了，根本轮不到我们。对呀，洗洗睡吧。这是历史的必然，也更有利于农业社会的发展。于是这个制度一用就是几千年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好用的。但凡事也有两面性，比如说接班喵是个笨蛋，国家也许就会走向衰落或者灭亡。所以下一集少康复国要记得来看呀。